大家好，欢迎收看 iKON 的创世神宝可梦模组影片。上一集我们完成了宝可梦的收集，现在正在等待第一批宝可梦蛋诞生。在等待的期间，我们应该要去抓一些能够帮助孵蛋的宝可梦。让我来准备一些精灵球。出发之前，我要来再次确认一下拉鲁拉斯和梦妖的环境满意度。拉鲁拉斯的环境满意度降低了，这是因为它是双属性，系统将会把拉鲁拉斯的环境满意度分成2个阶段来计算，先加总，再除以2，所以一开始的环境满意度并不是正确的。你看到的是2个属性加起来的总和值，你必须等待一阵子，让拉鲁拉斯再次检查环境满意度，才能看到真正的环境满意度落在哪一个阶段。这是只有双属性的宝可梦才有的计算方式，单一属性的宝可梦并不会有这个情况。有件事情大家必须要知道。如果在队伍里面有任何宝可梦的特性有熔岩铠甲或是火焰之躯，这样宝可梦蛋的孵化速度可以提高为原来的2倍，可以让宝可梦蛋早点孵化出来，这对于育种是非常需要的。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沙漠。我想收服一只体型很小的呆火驼，因为呆火驼进化成喷火驼的时候，它的特性有 50% 成为坚硬岩石， 50% 成为熔岩铠甲。我想要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得到一只拥有熔岩铠甲的小型喷火驼。为了以防万一，我还要收服一只燃烧虫，因为燃烧虫的特性是火焰之躯。其实iKON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孵蛋帮手是烈剑鹰，因为它的特性是火焰之躯，而且它可以飞行，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飞行骑乘伙伴。但是很可惜烈剑鹰在目前还没有新增到这个模组里面。才刚到达沙漠，就看到一只很小的呆火驼，这是很幸运的。这个体型是侏儒，侏儒还不是最小的，最小的是微小，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呆火驼必须提升到等级33才会进化，所以我们可以一边练等一边找燃烧虫。燃烧虫的栖息地是沙漠山丘，所以应该要在沙漠山丘找找看。这只呆火驼似乎也是侏儒体型，我已经有1只了，不需要再抓1只。抬头就看到一只燃烧虫，把这只收服起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好了，我们使用瞬间移动回来了。让我再次确认环境满意度。看样子我们又需要调整了。我意外吃掉了1块蛋糕。我已经放牧一段时间，我不可以把宝可梦收回去，否则恋爱进展将会从头开始，所以我还是晚点再来查看环境满意度是否一致。让我们继续练功，让呆火驼进化。
太好了，终于开始进化了。这个喷火驼好小只，真是可爱。它是可以骑乘的，小小的脚在那边快速移动，让人觉得很有趣。让我看看它的特性。很可惜，它的特性是坚硬岩石，不是熔岩铠甲，它无法成为孵蛋帮手。我要顺便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东西，那就是你可以拿着铁桶对着喷火驼，你就可以得到岩浆桶，一次可以得到3桶，这真的很有趣。接下来就只能等待宝可梦蛋诞生出来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得到个体值拥有2项是最高的宝可梦蛋。让我来删减这段等待的过程。我利用晚上的时间练功，然后在白天的时间钓鱼，在钓鱼的同时让拉鲁拉斯调查书柜，这样有机会得到书本或是经验瓶。现在梦妖已经是红色爱心了，但是拉鲁拉斯还没有变成红色爱心，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会错过梦妖的红色爱心，这样会无法得到宝可梦蛋。太好了，拉鲁拉斯也出现红色爱心了。我拿到宝可梦蛋了，让我来查看这些蛋的个体值。看样子只有1颗蛋的个体值是好的。我想我可以一次孵3到4颗蛋，所以我可以先把这颗蛋保留下来，继续等待下一次生蛋。等到凑齐一些个体值不错的蛋，我们再一起孵。我已经经历了3次蛋的诞生，但是都没有出现好的个体值，这是第4次等待。育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要拿出非常多的耐心，投注很多等待生蛋的时间，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请拿出你对宝可梦的爱去克服它。终于得到了2颗个体值不错的宝可梦蛋，这样我们就有3颗蛋需要孵化。让我们来准备孵蛋。我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一个可以打发孵蛋时间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来制作地图吧。首先，我这里已经制作了一些空白地图，让我开启一张地图。然后把这张地图的比例合成到最大。很好，完成了一张比例最大的地图。好的，我们出发了。制作地图需要移动，所以我可以一边制作地图的同时，等待宝可梦蛋孵化。如果只是做地图的话，就太无趣了。我还要推荐大家，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拿着地图，另一只手拿着探宝器，这样就可以同时做3件事情：孵蛋、做地图、找寻隐藏奖励道具箱。这就是每当我在游戏里面孵蛋的时候，我如何打发这些孵蛋的时间。依照我的经验，如果用这个方法慢慢完成一张地图，至少可以完成4趟孵蛋。宝可梦蛋开始出现一点裂痕了，
让我们继续飞。隐藏奖励道具箱并不会生成在水中，所以经过海域的时候可以不必使用探宝器。如果你需要收集化石，你可以一边探索海底，一边孵蛋以及完成地图。裂痕越来越多了，宝可梦蛋快要孵化了，让我们继续飞。育种的时候，控我建议你制作一个表格，用来自由记录自己的育种状况。例如，这是控我做的育种表格。以控我的表格来说，这一区块是正在育种的宝可梦，在这个区块标注了很多资讯。这一排是标注有哪些宝可梦有黑色眼光，这一排是标注育种道具的分配，这一排用来标注性别和个性。如果宝可梦的个性是我所需要的淘气，符号就会是红色的。这一区块是能力值标注，如果某项个体值是最高的31，就会在该项栏位上标注一颗星星。这一排是记录宝可梦的体型。右侧这一只宝可梦是育种候选人，现在正在队伍里面。上面这个是记录我已经拿了多少颗蛋。下面这边这3只就是我们筛选出来正在孵的蛋。太好了，宝可梦蛋孵化了，让我们直接使用瞬间移动回家。我们回来了，让我整理一下我的包包。让我来查看这些新生儿有没有遗传到我想要的个性以及黑色目光。然后我们要给这些宝可梦命名，用来在育种的时候简单辨识。我在家的旁边盖了一座墙，可以用来展示地图。现在，让我来重新分配育种的宝可梦，把这3只拉鲁拉斯替换进去。育种的方法就是这样循环下去。接下来让我给大家看我在这之后的育种进度表。这些过程真的非常耗费时间，但这是你唯一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慢慢培育出个体值最优秀的宝可梦。像这样慢慢替换之后，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所以我安排了另外6只下去育种，一次可以拿6颗蛋。即使如此，我依然等到第15次生蛋，才终于得到1颗我们的最后目标。让我们回到游戏画面，我们那颗备受瞩目的蛋已经快要孵化了。其他3颗是顺便孵的，因为不管这次有没有完成目标，都可以用来替换育种的分配。这颗备受瞩目的蛋必须是个男孩，否则他无法透过觉醒之时进化为艾露雷朵。孵出来了，紧张的时刻来了，我们要来看性别。现在我只要按下 P 键就可以知道我的孵蛋地狱是不是可以结束了。是男孩，太好了，我的孵蛋地狱结束了。而且它的体型是巨大，太完美了。让我们马上回家。我们回来了。首先我要来调整一下那12只正在放牧的拉鲁拉斯。我觉得还可以顺便生1只女生的拉鲁拉斯来培养成沙奈朵。如果是沙奈朵的话，就必须要培养别的性格，所以我应该要把不变之石全部拿下来，然后开始无压力的育种。好了，完成育种的配置之后，
我们要来准备培育这只优秀拉鲁拉斯的基础得点。让我来准备一下，带一些需要卖掉的东西，准备出门。对了，我在育种的过程之中击败了一只黄色 BOSS 宝可梦，得到了一颗纯净珠。这是用来召唤传说三神鸟的前置道具。我想了很久，我决定使用水之石合成，制作一颗寒烈珠。你只要拿在手上调查它，就可以知道你要带着这颗珠子击败多少只宝可梦才能完成这颗珠子。好了，我们要出发了。让我把地图放在展示架上，这就是我目前完成的地图。这是最后的考验，我们需要累积拉鲁拉斯的基础得点。要查看基础得点，输入这个指令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带着拉鲁拉斯打过任何一只宝可梦，所以它现在的基础得点是初始状态。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把拉鲁拉斯的基础得点只专注在防御和速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很适合同时锻炼防御和速度，让我们前往沙漠。基础得点又可以称为努力值，你可以把它想成隐藏的经验值。努力值会影响到等级上升时所增加的能力值。无论是野生的或是其他训练家的宝可梦，只要是击败宝可梦，就可以从该宝可梦身上得到努力值。带着学习装置的宝可梦可以在不参与对战的状态之下得到一样的努力值。现在你要慎选挑战的对象，你必须先查清楚，知道击败哪些宝可梦才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努力值项目。你可以在模组的官方维基找到一个这样的页面，里面列出了目前已经实装在模组里面的所有宝可梦。为什么我要选择沙漠呢？因为在沙漠3地鼠是非常常见，击败3地鼠可以得到速度努力值2点。而在晚上我们将会非常忙碌，龙龙石、前尾蝎、嘎啦嘎啦、穿山王，击败这些宝可梦都可以得到防御基础点数2点。我将会专注在击败这些宝可梦，累积我所需要的努力值。如果你需要特工的努力值，你也可以来沙漠。呆火驼、鸭嘴火兽、长尾火狐、熔岩蜗牛都是得到特工努力值的好对象。如果你的宝可梦已经茁壮到可以独立作战，癌控我推荐你让它带着努力值增强道具。那些道具虽然会让宝可梦的速度变得缓慢，但是可以得到2倍的努力值。你随时都可以打指令来查看是否有正确的增加自己所需要的努力值项目。如果发现增加到了错误的项目，请不要紧张，有对应的树果可以消除错误的努力值项目。但是在目前的 5.0.0 版本，这些对应的树果并不是容易取得，所以你最好尽量不要打到错误的宝可梦。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树果将会在未来的版本开放种植，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更新吧。让我来省略接下来的练功过程。我想拉鲁拉斯应该快要进化了。太好了，拉鲁拉斯要进化为奇鲁利安了。让我直接使用觉醒之石，让它接着进化为艾露雷朵。在这个生物群落出现传说宝可梦，一定是固拉多了。让我先完成进化。哇，巨大的艾露雷朵真的好大一只！
比我的人物还要高出一颗头。好了，让我们去看固拉多。它的身体是红色，因此它在沙漠中变得非常容易被找到。以我的经验，这只野生的固拉多体型是小的。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抓神兽，所以我们现在依然只能就近观赏它。好了，看完了固拉多，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了。本集最大的进展就是完成了一次漫长的育种，感谢大家的收看。